开了。有的时候作为一个非母语者，总是能 bring 一些比较 fresh 的 perspective 到这个团队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哦，很好。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野的频道。这次非常开心，请到 Sharon 是一个 content designer。Sharon， 要不你和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 Sharon， 我现在是在PayPal 做 UX writer， 也可以叫 content designer， 就这两个其实是大家叫的比较多的两个词。我之前的话是在 Cisco 做 content designer， 我主要做的是 AI 方向的 content design， 还有就是网络安全方向的。我其实是在一些像是百度啊 Universal Studio 这些公司帮他们同时做像本地化加上 content design 的工作。还在一些小公司里面也做过，就是 solo UX writer， 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 UX writer。虽然说好像没有特别多中国人做这个，但是其实就是 content design 这个职业的话，我感觉现在做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在UX 招聘的话，可能 content design 跟 UX design 的那个职位的那个比例大概可能是1比 10、20这样子。我见过有一些公司，它 content designer 多到可能说3个 content designer 配10个或者20个，这种算是比较多的。小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content designer 要配40个、50个都有。content design 跟 UX design 比起来是比较新，所以没有一个特别标准说每个公司的 content design 应该做什么事情。很多公司它 content design 可能叫 content design， 但它做的可能是像 marketing copywriting 或者是做一些 documentation 的工作也是有的。但我个人的话，我做的东西是比较偏UX 的 UI 的 copywriting， 像是你的 screen 上面那些文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做很多exploration 的工作，像是你要怎么样去设定一个产品的 voice and tone 啊。如果是 AI 的话，可能就涉及到说这个 AI 要怎么样去 communicate with user。我们跟比如说copywriter 跟一些 marketing 的这个 content writer 的区别，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在 user 的一个 experience， 我们更加注重说 user 能不能很清晰的理解我们的这个写的内容，而不是说要去 sell something， 或者说要去 attract user 这样子。我相信也是还蛮少，相对来说是非母语可能 content designer。那想问问 Sharon， 就是你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本科学的是心理学加语言学嘛，就是当时有一个契机上了一些教授的课，有一个教授他就是专门做心理语言学的。心理语言学的话，它其实就是研究说语言是怎么影响人的像行为啊、认知啊这些。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好像我一直以来就从小到大，我对语言就是这个东西就很感兴趣。我其实是从大概2、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我妈她比较注重就是英语这块，所以我其实很小上的都是外教的那种课会比较多，所以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英语，但是我就是大概到16、17岁来到美国之后，我才有真正的一个像是母语的环境，去让我再次的学习英语。从小到大就是学的英语其实是比较像就是中式的那种英语学习方法，就是虽然说有外教课，但是大部分都是从学校里面学，像是语法啊这些，就让我感觉在国内学的英语跟在美国学到英语其实还挺不一样的。是的，这个我也感觉。后面我就发现其实这是我的一个优势所在，因为其实大多数美国人他对于英语的语法呀，还有像是他们的一些用词其实是没有那么严谨的，他们可能更多的会比较在意像是怎么样可以更加畅通的跟就是同龄人啊，或者跟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跟家长交流。但是就像是语法这一块，他们可能会在考像 ACT、SAT 的时候去学，但他们肯定不会有我觉得像中国人的那种语法学的这么的扎实，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 plus。 一般来讲我在面试的时候我也会就是直接跟他们说，虽然我是一个母语者，但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make me a better content designer， 就是我对于 accessible 的 language 还有一些 plain language 的理解会比一般的母语者会更加的透彻一点。包括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其实在美国的话，这个 literacy rate 其实是非常低的，就是大概只有50%左右。content design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要去写一个多么 fancy 的一个 copy， 反而是怎么样把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解释的非常简单并且有逻辑，这个是对，这个是非常难的。对，尤其是像我之前工作的有些行业是比较 technical， 像cyber security 这种行业的话，它其实很多概念你解释给一般人听他都未必能听懂，你还要在一个比如说小小的 screen 里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新的概念就是给不同的人群解释
那其实是更加 challenging 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直在那边写，我们可能也是会通过比如像 user research 啊，然后 interview 啊，包括就会去做很多 competitive analysis， 其实会做很多比方说 strategy 的部分。对，我们其实会做很多 strategy。我觉得我们跟 designer 的合作，有的时候我们更加像是一个 service， 就是我们会 support designer，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很多自己的项目，就是去研究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语言到底有没有把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调性、品牌的这个 voice and tone 表达给这个用户。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 content designer 来写所有的 product copy， 就有的时候 product designer 也会就是 work on product copy，所以一旦人多了之后，你的整个语调会变得有点 inconsistent， 我们就会集中性的去做一下 audit， 就是把一些可能不太符合我们这个style guide 的东西去进行一个统一的处理。因为其实大多数公司它可能会有 design system， 但不是所有公司都会有 content design system 或者 content style guide。我现在在帮 Vamo 也在确立新的 content design style guide， 就算是一个已经成立了很久的公司，他们仍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就是 content 方面的 style guide。我觉得我现在做这工作还挺有意思，就是很多比较创新性、开创性的工作，而不是就是做一些比较 repetitive 的一些工作。而且我觉得其实 content 呢还是需要和蛮多团队来合作，因为我相信你刚刚提到像 content style guide 这个肯定是和 brand team 对怎么样 visual 本身去表达illustration， 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合作，不光是 UI 对 UI designer 我们也会有合作。对，其实 content design 它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content designer 是一个 like 桥梁，我们就是会可能除了跟 design team 合作以外，我们还会跟像 marketing 啊，还有像是 engineering 啊，还有就是很多 PM 一起合作。现在的 content designer 它虽然 visibility 没有 UX design 这么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慢慢的就是在渗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跟 UX design 可能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在发展出自己的这个领域。我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啊，或者说是非母语者可以加入进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想要就是制造一个特别accessible 特别好的 user experience， 肯定是需要不同的声音的，但大多数 content designer 其实还是母语者，有些时候可能难免会没有办法理解到一些点，我是这么觉得的。有的时候作为一个非母语者，总是能 bring 一些比较 fresh 的 perspective 到这个团队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包括很多公司它其实是会有 localization 的需求的嘛。对。然后 localization 的话，大多数我觉得母语者他们对 localization 的这个需求，还有就是怎么样是一个好的适合 localize 的 copy， 他们其实没有特别有把握，因为他们可能会的语言没有的那么多。作为非母语者，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个方面给出他们一些建议，包括也可以就是跟 localization team 合作，去做一些 style guide，去帮助大家在写那个 initial copy 的时候就注意到 localization 的这些要求。我觉得 localization 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也就是工作管理过就是 localization 项目嘛。我觉得大家对 localization 其实是有很多误解的，甚至包括 content， 因为每个地区它文化会不一样，就是一个需要能够理解多元文化，去知道怎么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 experience。 我记得当时跟一个 Wikipedia 的 localization 的 lead 聊天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就是他们当时 Wikipedia 想做捐款，他们就发现捐款的那个步骤是放在你先捐还是放在后捐，在每一个地区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可能像在日本，你先让他捐款，你的这个效率会提高可能30%，但是如果同样的 process 放在美国，可能就会减20%。像你刚才提到用 content， 甚至是改变 design 本身的一个小的逻辑来符合 localization， 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对，我感觉 localization 其实就是也可能每个公司的 emphasis 不一样，有些公司它可能 localization 的需求比较低，它就不会花很多钱去在 testing 那些 localization 的一些 UX 或者 testing 一些 copy， 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凭感觉，特别是像一些国内的公司吧，因为本身在国内的体量就比较大了，它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在中国有这么多 user 都能 work， 那我到海外就一定能 work， 但其实就不是这样子的。包括很多时候就像是一个比较小的习惯，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同样的一个 feature 在摆在不同的 flow 里面，或者说是同样的一个只是一个 sign up 的一个 screen， 它可能呈现的信息不一样，对于每个不同 culture 的这个用户，他的选择就会很不一样。其实 localization 它跟 content 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大多数 localization 这些东西，它其实跟
跟 content 一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看到非常多的数据去来支撑我们这个决定的。这个也是我现在想要去advocate 的一个东西，就是可以做更多的 content 相关的 testing， 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知道说我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可以 back by research back by 这个 test， 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写出更加符合用户习惯、用户偏好的一些 copy。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点像是在 guess。说这个东西，到底 work 不 work 这样子。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跟 design 合作的话，那就是 designer 去做这个 testing，去做这个 research，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接触到那些 findings 啊之类。所以我知道，其实蛮多公司或者蛮多组，他们 content designer 融入到设计的环节，可能会比较后面。对，有很多公司它是已经到最后一步了，是的，然后再让 content designer 进来帮我把 copy 写好。对，我其实也有感受到，就是需要更早的一个融入，对，会能够帮助，因为可能 content designer 对本身 flow 也会有一些想法，也会影响这个 copy 的本身。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说，其实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UX 的 opening 它都是偏 B2B 的。我觉得其实 B2B 的话 content 它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是在 information 就是 architecture 这个地方。我之前在 Cisco 的时候，我们会跟很多 B2B 的设计师，就是 admin 的 panel 那种设计师合作。我们其实在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先不写 content，我们会就是先一起讨论说有哪些 information 是需要就是加在这个地方，就是 information wise。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先确立这个 hierarchy，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些比较小的一些 testing，去像是 tree testing 啊，去测一下这个网站的 hierarchy 有没有大的问题，看看需不需要再调整。我们再会跟 UI 和 designer 再去讨论说什么地方应该放什么样子的 information，等到这 information 确立了之后，我们再去 tweak， 再去迭代这个 copy。这样的话是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合作状态。很多人对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这个东西，就是虽然说它好像在 UX 里面占了挺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有点像似懂非懂的，就是觉得它可能重要，但它也没有那么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有那个 design system 了之后，我们对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exploration 没有特别的足。我觉得很多designer 可能相对接触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比较少一点。我之前的一个感受就是 driv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user testing 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 designer 他不是特别熟悉，就比方说 IA 的测试应该怎么做呀，怎么样测试是更能够有效去测试整个系统的。对，你也 touch 了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 content designer 很多职责是以前可能要求 UX design或者是 product design 需要掌握的，但是现在也慢慢开始有一些分化。是的，是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以后大家都会变得越来越专精嘛，你可能只会负责那一块，包括你一块domain也好，一块技能也好。但是我觉得像 content designer， 我看到的是大家会变得更加的全能，就是你要会的技能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算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就是我发现就是在最近的 layoff， 一般来讲 content designer 的影响会比一般 designer 会更加大一点，就是会有更多 content designer 会失业。很多公司他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 designer 也能做，那为什么还要做一个 content team 来做这个东西？他就会把整个 content design team 都给就是裁掉，包括有些很大的公司他们也会做这样子。所以这就要求 content designer 去学更多的技能，让自己保证自己的这个 competitiveness。你觉得未来 content designer 会和 product designer 更加融合？就比方说，可能未来我们需要一个 designer， 他具有很强的 content design， 或者他能够理解 content design，还是说你觉得未来会更加的分化呢？我觉得其实都需要吧。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让更多的 designer 也学会怎么写 content，不管是我之前在的 team 可能只有3个 content designer， 就是比较小的 content design team， 还是说我现在这个 team 有大概50-60个 content designer，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照顾到产品每次更新的每一个 copy。大多数的 content designer 他们现在做的工作还是 education， 就是在自己写的同时建立一些或者说制定一些标准，或者制定一些比较就是 handy 的一些 tool， 去帮助 designer 去完成这个 copywriting。对于 designer 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写作嘛，其实 everyone can be a writer， 对吧？我觉得没有那么一个 restriction 说，哎，这个 copy 只能 content design 来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会去办一些 workshop 呀，或者去录一些像是那个 share out 的东西，分享给designer， 去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去更好的写 copy， 或者说用什么工具可以帮他们检验说这个 copy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 copy。其实算是一个 process 吧，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的让大家理解彼此在做什么，以及大家的 value 是什么。
通过我们跟 designer 更多的聊天，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出现在一个活动或者说一个会议上面，大家会逐渐的越来越了解彼此，然后到了一个 point， 就是你不需要再 explain 你的 value 是什么，你可以做什么。可能现在我们对 engineer 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 designer 现在其实都能认可我们的工作，并且他们会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来找我。对，我觉得听起来还蛮像 accessibility 的 designer。其实像 accessibility designer， 我觉得也是你很难说我每一个都让一个 accessibility expert 来去验证。他可能更愿意去做一个系统 green line 的系统，对吧？让大家都根据这个系统，你知道要 check 哪一些 accessibility 的条件。对的。我觉得 accessibility 就是一个，我个人是觉得 accessibility 非常重要，但是每个公司可能他对这个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公司对于 accessibility 来讲，它是一个必须你要 check 的东西；有些公司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 nice to have 的一个东西。对，我之前就是跟accessibility 的 team 合作经验是，他们也是应该更早的进来，就是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些方向。很多时候我们写 copy 的时候，我们可能前面就非常开心的自己在那儿写，后来发现这东西其实是不太符合这个要求的，我们得就重新推翻写，包括跟 legal team 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最后才进来，就导致说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写，然后他跟我说，哎，这东西是不行的，这个词是不能用的，说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什么误解，那我们就得就是重新来，而且每一个 feature 它的要求完全就不一样，或者不同的 flow 它的要求也会有一些差异，还挺有意思的。特别是我跟一些国内的公司合作，我更加发现他们对 accessibility 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他们也不会专门在 localization 的时候会去想到，因为他们的 copy 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嘛，很多时候其实对于 accessibility 来讲是一个特别差的一个事情，包括他们也不会去加一些什么 alt text 啊这些东西去辅助用户，这个东西就是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推广它，来 promote 它，就是对，我觉得确实就 accessibility 还蛮需要一个 education 的一个过程。其实在美国也是了，就是这个 accessibility design 或者 inclusive design 也是就是近期来说会更加的注重。对，是的，我们之前有专门会有一些 feature 会拿出来跟一些需要这种辅助阅读器的这些用户去做一些测试，看他们的使用情况。我在真正接触他们之前，我可能想的 accessibility 跟他们实际上使用的这个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最早在 Google 做 accessibility，然后到后面就成为 Google 的 accessibility team lead，就让大家 aware 这件事情。他当时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有做一套卡片，还有做很多那种 vision impairments，给你戴上这个眼镜，让你去体会这种人他用你的 app 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去听你的 app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对，而且我发现就是红绿色盲这个事情在美国其实非常常见的。有的时候会拿到一些 feedback，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有些用户反馈说他们分辨不了，因为他们的是色弱或者是色盲，就这个东西好像也是在美国色盲色弱的比例特别高，就是这个比例会比在其他国家要高很多，这个东西也是就是大家需要就是尽早考虑。像你刚才也提到，你之前在 Cisco 是做 AI 相关的一件产品嘛？现在来说 ，LLM 对于就是整个，比方说怎么样写 copy，我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迭代，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你看来，就是 content design 在 AI 的这个背景下，或者是就 general 来说，你觉得 content design 职业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肯定是没有一个答案说，因为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我感觉我在跟 AI team 合作的这么1-2年的时间，就是大多数人可能对 AI 有一个非常 high 的 expectation。我现在目前的结论是 we're not there yet。就是我觉得 AI 还不能 replace 或者说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content design 的工作。一个是因为就是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它其实就是找下一个最相似的 token 嘛。但其实对于 content 来讲，我们就比较短，我们的 copy 都是比较短的，它没有这么多的数据集来支撑建一个这样子的 LLM， 是专门是负责这种短 copy。你觉得会有这样的 LLM 吗？我觉得会有，因为我有听说过，就是 Cruise 就是一个公司，也是比较大的公司，他们把他们所有 content designer 都裁了，只留下一个 lead content designer， 但不是让他们去写 content， 而是让他们去训练一个语言模型。但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嘛，就是一个是非常贵，肯定要 millions of dollars，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写的很多 content 它可能并不是市面上已经有的一些 pattern，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想要去想一些新的 pattern， 包括刚刚说的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我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样可以把header 跟 body copy 跟一些其他的一些 element 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让用户理解。但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 AI 暂时还做不到这种，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是 UI 跟 UX 的结合，它得想很多 context 进去，它也得想说整个 layout 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让 AI 去写这种比较 short 的这种 micro copy，不太 work， 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用各种 AI tools 去 test 他们每一个新的这个迭代出来的这个模型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 copywriting， 就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强。一个是它不够 consistent， 它总是会 hallucinate，就算它现在不会编造一些很离谱的话，但它在那个 consistency 上面就是非常的差。我自己内部有做一个 chatbot 来帮助我们 team 去找到比较相似的 copy，而不是说帮他们直接去写 copy。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一旦相信了 AI 写的这个东西，你就会缺乏一种思考的能力。所以我更加喜欢就是把 AI 作为一个 brainstorm 的一个工具，我会去让它帮我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或者说他帮我去整理一些数据，我可能把很多的 competitor 的一些网站的一些 content 扔给他，然后跟他说你能找到什么 pattern，就是 AI 比较强的就是在寻找 pattern 上面嘛。我觉得它在 generate 这个方面的话没有那么的 impressive，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虽然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 AI writing tool， 我们公司也会就是去订阅一些，但我感觉就目前来讲，它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像一个 content designer 那样去写 copy， 除非你真的可以就是把整个全链路打通，从 PM 开始把什么 PRD 啊，把 research finding 啊全部都加进去，包括你可能在 Slack 上面的一些 messages 全部都丢进去，包括需求。那你有可能可以做出一个稍微 workable 一点，但这个的话就是又需要它的 memory 要非常的强，那这个就是要花很多的钱，就是你要训练。对，而且其实大多数公司它其实不会允许你把公司的一些还没有经过发布的信息，就是丢到一个 AI tool 里面，就算这个 AI 是你们公司就是 approve 的一个东西，但还是需要经过层层的审查，所以我感觉目前为止，可能你专门去搞一个训一个 LLM， 还不如你请一个 content designer 来的便宜。对，我觉得可能小语言模型会更普遍。对，小语言模型我觉得会更加的 powerful， 但是小语言模型它也是需要大量的，其实一个产品的这个 copy 根本没办法足以支撑这么多，而且你现在很多 copy 没有办法真的去 track 到它哪个是 most up to date 的，就算是那种非常 established 非常大的公司，它都没有 CMS，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你没有一个地方去看到说，哎，到底现在这个产品上最新的这个 copy 是怎么样？因为 engineer 也会改，designer 也会改，我们也会改，搞得就是非常的 messy。就这也是我比较有意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早就应该有一个 CMS，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 natural 的一个东西，你一旦公司要做的变得大一点，特别是你要跨部门合作，我感觉会很难。对，很难。就从 product design 的角度来说，因为迭代太快了，很多放到 CMS 上面再去更新，这个步骤拉太长了。很多 team 像 tag 的 team 都是 agile 嘛，那它每个 team 的迭代的速度也都不一样，所以你只会在你那一块可能会快速的迭代。你刚刚讲的一点是说整个全链路或者是有没有那个 holistic overview，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整个 content strategy 啊各个方面对怎么样来建立还是蛮重要的。对，就得有人去 push 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个 tool 叫 Ditto，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其实应该是可以抓取就是现在 Figma， 你可以就是导入你的 Figma 的那个 link 嘛，然后它可以自动的就是去获取一些就是现在的 copy 是怎么样子的，这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比较相对完善的 CMS，但是如果想用这个 CMS 去 train AI 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弱点嘛，你其实没有办法告诉 AI 哪些 content 是好的 content， 哪些 content 是一般的 content，或者说不够好的 content，就这个东西其实你在训一个语言模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告诉它你是怎么判断的嘛，包括就是好的 example 跟坏的 example， 还有就是很多的 templates。那这个的话，我觉得现在没有公司有这个能力或者是精力去 collect 这些东西，然后去 feed 给一个语言模型。我们之前在 Cisco 做的是会把一些 documentation 的东西拿过来去 train， 搞一个doc LLM， 这样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这个 LLM 去理解说我们这个产品是怎么样子的，但它还是没有能力去 produce 一些比较符合产品调性的
文案。我相信也有一些小伙伴对 content designer 是感兴趣，或者想进入成为一个 content designer，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我觉得就是勇敢冲，就是我觉得其实 content design 它的门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的确有一些公司在可能5年前、10年前，它会在 JD 上面写一定要 native speaker，现在也被很多人就是反对，就大多数公司都不会这么放了。我觉得大多数公司它都不会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母语者，你才可以成为 content designer。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对语言是要热爱的，你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学个语言学啊，或者说你不一定要真的是什么语言 major 的，但是你对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要是热爱的。我们的 day to day 开很多会嘛，就是 instead of 可能讨论一些 design 的东西，我们会纠结在说，哎，这个词或者是那个词，它到底对不同的 user 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就会一些比较nerdy 的一些东西，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如果你对语言不是特别敏感，不是特别热爱的话，我觉得做这个还是有一点困难。但如果你觉得你从小到大就是你对语言都很感兴趣，或者你会说很多种语言，我觉得这对于做 content designer 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现在的招聘的流程的话，是可以参考 UX designer， 就是我们的面试流程基本上也跟 UX 是一样的，会有一些公司会有 take home， 有些公司不会有 take home， 大多数就是第一面也是 HR 或者 hiring manager， 之后就会有作品集展示。我们的作品集要求的话跟 product designer 可能不太一样的点，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就是文字的部分，他会更想知道说你为什么写了这个文字，你背后的 rationale 是什么。有一些你可以加一些 research 上去，但是更多就是 focus 在你是怎么处理创造这些文字，包括你可能会去想你怎么跟 designer 合作，因为大多数公司其实 content designer 还是跟 designer 合作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他们考察在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你的问题也会比较多的会偏向于你是怎么团队合作。如果你说你是 lead 了一个什么什么 project， 他可能会说你是怎么跟不同的 team之间合作，然后包括就是你对 content design 的一些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畅想你希望怎么就 content design 是怎么样子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content designer 你一定要把用户作为你自己的首要的这个 consideration，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UX 的一个 mindset 吧。你可以先去学习一些 UX 方向的课程，我知道像是Coursera 或者有一些平台，它其实会有专门 UX writing 的课，你可以就是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然后再决定说要不要进入这个。大多数其实现在做 content designer 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其他的领域转的，可能像是 marketing 啊，或者是一些记者、作家或者之类的转过来的。你到底是不是一个 HCI background， 它其实没那么在乎，可能更多要求就是一个是对文字，一个是就是对 user 的你的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我自己觉得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偏向 UX 这个方向，是因为我感觉现在我们对于 research 这块就是要求会越来越多。如果你有一个 UX 的这个 background， 或者你甚至对 research methods 这种东西是熟悉的话，肯定是一个加分项。因为大多数公司它其实都想做 content research， 但是 for some reason 就是比较难做起来。确实比较难，可能就是太后面了。对，就像 user testing 都做完了才给到 content， 你再做一遍 user testing 也没有太强的意义。所以如果想要做 copy 的 testing，就是至少要这个项目这个 content designer 一直 follow up， 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对的，我感觉就是跟 research 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还是蛮重要的。我在之前的公司，我其实跟那边的 research 关系都很好。当时我就建了一个 doc， 上面是所有的关于 content 的一些 testing 的一些 methods。这种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常用的一些research methods 里面没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叫 highlighter testing 啊，跟以前考试的东西有点像。还有一些像什么像完形填空之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去测试用户的 comprehension 的。包括什么 5-second testing， 这个可能你们也会有做，就是给那个 screen 给 user 5 seconds， 对，然后让他回忆上面他记住哪些词这样子。就是我会向他们去介绍去科普说有哪些东西是可以适用于就是 content 方向的用户研究。大多数 research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喜欢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也是等于说他们也可以直接用在他们的这个 user testing 里面。然后我也会准备一些像 templates，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是可以问的一些像 question bank 一样的东西，就全部都提供给他们。可能我不是那个可以直接去跟 user 做这个 testing 的人，但是我想确保说他们有考虑 content 在他们 user testing 就成为他们这个 plan 的一部分。我感觉这个还挺有用的，因为他们就很多人后面就都向我来要这个 doc， 说他们想学习，就包括其他 team 的人，他们听说我有一个这样子 doc 就过来问我。特别像是做 B 端的产品，还有一些 AI，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change 就只是在文字而已。他们如果想要去做 testing 的话，如果你一直就是问 user 的总体的感受，而不是就是某一个文字的感受的话，对于整个 redesign 的 change 不会有这么大。有的时候会说，文字跟 icon 也会一起 test， 觉得说其实 icon 也是文字的一部分，也有一些引申含义。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改，一起去做这个 test。对，很久之前做过一个，就是我自己 lead 的一个 research， 我是去 test 他们对一个screen 的上面的那些文字，他们的阅读顺序。因为其实大多数人就觉得说那个 F shape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reading pattern 嘛，对。但其实你一旦加上了一些什么 icon 啊、一些颜色啊、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就会扰乱它这个阅读顺序，特别是你在一个比较小的手机上面，它其实并不是一直 follow 一个 F shape 的 reading pattern，所以你就得去测试说哪一部分是最 attract user 的，然后他们的整个阅读的这个 flow， 他们的顺序是怎么样子，那你就知道说在哪个地方你要放最重要的 information， 你要把你的这个 value statement 什么什么都放到那个最显眼的。我当时记得我看我们有一个 design， 当然是其他组，当时我就说这个就像一个 rainbow 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 color， 用户都会不知道你就是怎么样去 follow。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你就是要去检验用户的阅读习惯。如果是 B 端的话，你的用户可能一个是很难找，第二是他的用户习惯可能跟比较就是普罗大众又有点不太一样，包括他们对于 technical jargon 的这个理解程度，你也得去就是 test， 因为就算是 B 端用户，有些 B 端用户也说他不想看到特别 technical 的东西，但有些 B 端用户又觉得说，其实 jargon 是一个可以帮助他快速了解你这个 what's going on 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要去 balance 这个，你到底是要用非常plain 的 language 呢，还是说稍微用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 language， 可以更加快的帮助他们理解我们这些内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 test 的，不然的话想想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想出来你大概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语言去写作。很感谢 Sharon 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关于怎么样成为 content designer， 包括对于 content designer 工作当中的一些 insights， 还有一些小想法。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 Sharon。谢谢大家，谢谢，拜拜。